走吧。走，来。你也不擦擦嘴。我头发也没弄好嘛，还说我呢。林浩，真是林浩。你们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他女朋友啊，您有事儿吗？你是他女朋友？嗯。姑娘，你可能上当受骗了。林浩，向人家解释清楚。她确实是我女朋友。她是你女朋友？那我女儿是什么？您是夏言的父亲。你知道我是谁？那你还……叔叔，我和夏言已经分手了，他没和您说吗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前不久。撒谎！我女儿让我来见亲家，她还安排了婚礼。你能谎称自己去出差，然后跟她，是吗？走吧，去见见我女儿。叔叔，您还是先去问问夏言吧。不是，叔叔。去就去吧，既然都碰上了，当面说清楚不是也挺好的吗？叔叔，见面说清楚，让这姑娘也知道你是什么人。叔叔别这样，走。吃吧妈，别管我了。吃啊。哎，小林，这孩子给我们惊喜呢，这。来，小林。来吧，有什么话说清楚吧。怎么回事啊？这小林，你这位是？这是我女朋友。什么？你女朋友？闺女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说话呀！爸妈，我们分手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为什么分手？是不是因为这个女人？妍妍，你说吧。今天老爸替你做主。爸，你就别管了。我是你老爸，我不替你做，谁替你做主啊？叔阿姨，你们不用这么激动，您也不用一直抓着这个不放，反正你们很快就会有新女婿了。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这是污蔑我女儿。这怎么是污蔑呢？到底为什么分手？你为什么不问夏言？谁也不问，我就问你，你们在一块7年了，你为什么不结婚呢？啊！你现在还脚踩2只船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必须给我讲清楚。你先别转人，这么多人在看着呢。说放手。爸，是我不喜欢他了。林浩读研3年，不是说好了吗？毕业之后回到新州和你一块儿发展，结果怎么样？北京有个1万块钱的工作，他就留下了，走了。闺女啊，你是真痴情啊，就这么2地来回跑。我跟你妈是搭了人还搭钱，就这么处了7年，你们最后分手了，我们总该知道为什么吧？啊？行了，别问了，没看孩子这么难受吗？难过是他自作自受。你出了事儿，不跟家里沟通，造成信息不对称，我们跟着一块丢脸。我为什么不跟您说？您心里不清楚吗？从小到大，你都把我当你班里的初中生，永远都是那套严师出高徒的教育方法。我被同学欺负了，你告诉我别跟同学打架；我被人抄了卷子，你连我跟作弊的人一块儿罚。哪怕有1次，你站在过我的立场上吗？你给过我一句鼓励，给过我一句安慰吗？这件事情一直没跟您说，就是想等事情平息了之后，
再爱你的妈。扯远了。今天要说的是你和林浩的事儿。你说你有错，什么错？错在哪儿？我和你妈都想知道。爸，你别问了，行吗？不说，不说，我去问林浩去。你别胡闹了你！妍妍，妍妍，哎呀，夏雪里，夏雪里，你这臭脾气能不能改改？能不能？不能。你没看他这个态度，知错不改。年轻人谈个恋爱，分手不很正常吗？啊，分分合合，合合分分啊！你这怎么了？分可以，不能出原则问题。你自己的闺女你不清楚啊？啊，没看那林浩身边不也站一个吗？不一样。你没看他，问3句回答半句，心里肯定有鬼呀。你。夏雪梨，夏雪梨，你女儿说的是一点错都没有啊！你就是永远向着外人，哎，出了事永远不分青红皂白，先批评家里人，先埋怨家里人。这脸还疼吗？闺女啊，你跟那个许什么是认真的还是？别怕啊，妈就是问问。闺女啊，别怪爸妈管得多。你说你离我们那么远，我们从鞍山老家来，坐个高铁，中途都得倒车。你说你如果真出了事儿，我们赶都赶不过来呀。我自己的女儿，我知道，你不是个不自爱的人。从小呢，你爸管你管的就特严。你呢，你也一直严格的要求自己。你说你就算受了什么委屈，也一直忍着，从来都不告诉我们。可是闺女啊，你越这样，爸妈越担心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老了，不能一直陪在你身边。以后呢？以后你要学会自我保护，啊！以后要找什么对象，你一定擦亮眼睛，你看清楚，想清楚。哎，再受了什么委屈，你不要忍着，你就回家。爸妈不希望你赚多少钱，爸妈只希望你这一辈子都平平安安的就好。你爸这臭脾气，不哭了啊！在家里呀，是心心念念呀，就想早点见到你。几宿几宿都没睡着觉，谁知道他那个脾气一上来，他就拎不清了。闺女，别怨你爸啊！你爸他是真的，打心眼里疼你。知道了，妈，我没事儿。拯救，好，说具体点，人物、时间、地点，事情发生的经过，对不对？你得给我交代清楚了，我这罪才没白遭。上次咱们俩在酒吧见到过一个对我爱理不理的销售主管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那女的叫郝杰，她介绍的吗？对，其实在北京我见过他们几次了，这比我们俩看到的露骨多了，很明显他们就是情人关系。他们俩是情人关系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人叫林浩，他是夏言的男朋友。
那好像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嘛。也是啊，确实跟我没什么关系。但是人家夏言无意间帮过我一个忙，这作为报答，我是不是应该帮人家一回？有道理。所以你就额外的多调戏了人家几次。哎呦，王了，我那是旁敲侧击的提醒她。可这姑娘对林浩死心塌地的，我只能明着劝分手。那你直接告诉人家真相不好吗？非得这么委婉的做好人？给她一点铺垫，不至于这么难过。可是事实证明，人家自己发现了问题，心中产生了猜疑，还铺垫。然后呢？然后周年庆那天晚上，夏言喝醉了，我送她回家，她告诉我的地址就是林浩的住址。林浩他在家却不敢开门。你怎么知道他在家？他们家灯开着，郝杰的车又在楼下，我怀疑郝杰就在里边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带他去了酒店。其实呢，那天我们俩就是淋了雨，然后我让阿姨帮他把衣服脱了烘干。你放心吧，那姑娘没有发烧。你帮我把衣服送洗一下，谢谢。这反而就成了他们分手的契机。我这不一直想找机会跟他解释吗？但是他不肯赏脸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这谁啊？害了我女儿。啊，夏言。喂，医院。向南，这儿。哎，许成义呢？我不知道。夏言，你可算来了。夏学礼是你爸爸吗？是我爸，他怎么了刚送 CT 室。？CT 室。连续，CT 室你进不去的，到底什么情况？颅压过高，再做 CTA， 具体情况还得结果出来才能知道。我们发现他晕倒了，马上就送医院了。你们，我跟许成义在办公室谈。你打谁呢你啊？你们是不是人啊？两个大男人打一个老人。我们没打人，我们打的是游戏。骗谁呢？没打人怎么进来的？冷静，问清楚了再说。你说。我也不清楚，可能是听见我跟许成义聊天了吧，一不小心太激动就。许成义，你过来！马克，你也过来！你跟我爸说什么了？我爸为什么晕倒了？我没跟你爸说过话。你还说谎？马克都说了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就不必问我了。我保证你爸听到的都是事实。我不管你跟我爸说什么了，我爸要是说了什么……我没想到会这样。这是你爸的身份证和钱包，刚才我拿去办手续了。干什么呀？我又没在医院，那是会被拘留的。看好他，他们动手！你放开！我不。你放开！好，我不走，你跟我讲清楚到底发生什么。病人现在必须手术。手术？别着急，听医生怎么说。病人啊，现在处于昏迷的状态 ，CTI 发现病因是他脑部的一个动脉血管瘤，似乎短期内有增大，现在随时会有破裂的风险，必须现在要手术。什么样的手术啊？手术方案有2种，第一种呢是开颅，还有一种呢是介入手术，具体要怎么选择，要家属来决定。怎么介入啊？介入手术是一种微创手术，相对于开颅来说，损伤会小很多。那就介入。先别急，刘主任，以您的建议，选哪一个方案比较好？现在的这种情况，我建议可以考虑介入。不过介入需要进口的材料，可能会比开颅要贵很多啊。再贵也没关系。既然这样，我们选介入。好，你们只需要在这个上面签字，我们就可以手术了。不过在签字之前，我要把手术的一些风险跟你说清楚。介入虽然是微创，但是血管内腔操作依然是存在风险的。比如说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，动脉瘤或血管破裂，或者有血栓的形成，都有可能造成病人的一些神经功能的障碍。神经功能障碍？
例如偏瘫、失语、意识模糊。放心，可能性很小。还有，不能排除一些并发症，严重的会造成休克，还有脑动脉狭窄引起的血管出血等等。这些都是手术必须要承担的风险。没有人有100%的把握。作为医生，我们会尽力做到最好的。夏言，你们原来在这儿，我找了好久，结果怎么样？叔叔人呢？已经在手术。手术？怎么这么严重啊？宝贝，没事啊。现在医疗很发达的，表姐又是医生，叔叔会没事的。我们都在，我们都在。再说了，叔叔吉人自有天相。你别怕，老先生，不要紧张，一会儿睡一觉，醒来手术就好了。上药吧。在哪儿呢？前面，阿姨你慢点，左边。这儿？嗯。哎，阿姨这边。夏言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夏言，你爸他到底怎么了？小磊刚刚给你打电话没接，我就告他们了。你爸他到底怎么了？啊？我爸脑子里长了个血管瘤，正在手术呢。血管瘤，做手术了？哎妈，你别着急，医生说了是个微创手术，没有危险。对，大表姐也说了，真没危险。没事，别着急。那欣欣向南呢？大表姐急诊有个抢救，她先过去了。那你快告诉我，你爸到底发生什么了啊？你在哪儿找到的？他怎么会在医院呢？哎，来着，你解释。他谁啊？干嘛让他解释啊？他是不是他？是不是他害得你爸进的医院啊？妈，我们还没搞清楚呢。什么叫没搞清楚啊？是不是他啊？是不是你？你是谁呀你？伯母你好，我叫许成义。许成义，你是许成义？你把我闺女害得还不够惨吗？你把我们家老夏怎么了？啊！你把我们家老夏怎么了你？你到底是？阿姨冷静点，阿姨冷静，别着急。冷静什么？他都不说清楚啊！问夏经理的家属。护士小姐，我们是。我是。我老伴怎么样？手术完成了吗？目前还在手术中，病人发生了血管痉挛，这是病危通知书，麻烦您签一下字。病危通知。快点急诊室！电视机给你就别去了，你想要保持联系啊！你妈醒了也不安心，你在这陪着她。别着急。荣总的单子还了。
要不要我再去找老李谈一下？前期就是你在谈，谈的差不多了才交给我，结果现在又让你出马，那不行。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搞定的。有志气。我跟你说，老李就是欺软怕硬，他看着你年轻就想趁机压价，你不同意，他就拿不谈了来吓唬你。你只要硬气一点，拿下他没有任何问题。可是，我也得有硬气的资本啊。你怎么没有？有我给你撑腰还不够吗？人家都说我只是你养的小白脸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踢走了，根本不拿我当回事儿。怎么？你怕这个？不是我怕，是别人都这么想。那好啊，走，我们领证去。你是说结婚啊？这样大家就知道我对你有多认真了。那不行，现在跟你结婚，别人永远都觉得我是小白脸。你怎么还有这种大男子主义的想法？反正我得先证明自己配得上你，我才能娶你。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人。那林先生，你要好好努力工作，争取早日带着七彩祥云来娶你的林太太。哎，对了，我找到一家不错的手工巧克力，我觉得一定很符合你的品味。我相信你的推荐一定深得我心。哎，等公司正式上了轨道，咱们两个去欧洲好好玩一圈，到时候可以逛逛他们关于红酒、香水、时装的博物馆，那才是真正的品味。我走了。哎，等等。那为了我们能早日去旅行，是不是可以？可以什么？你说呀，只要你想要的，我都可以给你。你上次说让我当公司法人，如果我是法人，别人就不会觉得我只是你的傀儡，李总也不会欺负我了。你说呢？好，我答应过你的，我明天就让他们去办。好。你小心。没事没事。六床的病人醒了。我爸醒了。给我。今天的状态很好啊，8小时内一定要绝对卧床，多喝水，有利于造影剂的排出。还要注意，穿刺的部位如果有出血的话，要及时叫护士。哎，好，谢谢医生。哎，爸，你想不想喝点粥啊？或者你想吃什么，我去给您买。你妈呢？她知道吗？死老头子！我没告诉妈您住院了，我就拿您手机给妈发信息说您碰上之前的学生了，硬被拽到人家里去了。你骗我！啊？她是不是出事儿了？呀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没出事儿，没出事儿。我在这儿呢。就是别哎呦了，就是血压有点高。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你怎么挂上这个了？营养液。爸，医生说了，就是昨天您手术，我妈有点着急上火，打了点滴就没事了，您别担心了。哎，马克，我想问你个事儿。这手都紫了都，针眼扎的，疼吗？不疼，弄个土豆皮贴贴就好。没事儿。爸，
爸妈，马医生说许成义来了，他人呢？哦，他来了，什么也没说，就站在那儿看了一眼，没什么事就走了。啊，这是我爸的药，你们俩还好吧？好着呢，医生还说让我们适当的。那我再出去一趟，一会儿我就回来。哦。许成义，你等等。我有话要问你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什么？林浩的事，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你去找马克了？他以大表姐的名义跟我保证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真是守不住秘密。可你却正好相反，明明早就可以说，却一直都不说。如果我一开始就告诉你，你男朋友出轨了，你会信吗？我当然不信，可是那样做对你又有什么损失吗？你是怕我误会你，别有用心？不会吗？你都已经把我当成大灰狼了。你要是怕我误会你，就会守口如瓶，对我男朋友的事情只字不提。可你却总跟我说一些摸不着头脑的话，就是因为那些，我才觉得你是色狼的。你不觉得你这样做自相矛盾吗？你是个聪明的人，你不会不知道你说那些话会让我误会。可你为什么要说？你是想看我会不会被你迷惑，还是想看我值不值得被拯救？会不会像林浩？当然不是，我怎么可能这么无聊？那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我和你有一样的遭遇。在我大学的时候，谈过一个女朋友，毕业之后她出国深造，我们异地分开了几年之后，她就和别人在一起了。这真是一个俗套到不值一提的故事。总之，我看见你，我就会想，如果是当初的我，会不会也希望一个外人来告诉我他出轨了？这个问题没有答案。一方面，我不希望自己被蒙在鼓里；另一方面，我不希望以那样的方式知道真相。所以，就像你说的那样，自相矛盾。原来你跟我有一样的遭遇啊！不过当时觉得你是真的蠢，竟然会被林浩那种档次的男人追。不过今天我了解原因了，你有那样的父母，在那种环境下长大，你一定觉得爱就像空气一样必不可少，理所应当。你不是笨，你是幸运。就算这次有人背叛你，下次你还是会相信爱情的，对吗？那当然了，遇上了一个渣男，又不代表全世界都是渣男。这就是我和你不一样的地方。饺子好啦，好啦。小姨夫啊，哎，快点来啊！哎呀，闻着就香。醋加麻油，您的最爱。哎呦，还是我外甥就了解我。来，为了庆祝夏叔叔康复出院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谢。爸，你一水带酒啊？我一水带酒啊。哎呀，吃吧。我到南方啊，吃不惯这儿的菜，老想着饺子。我尝一个啊！来吧，有饺子了，你要高谈阔论的。哎呦！大姨知道你喜欢吃，特意给你包的，怎么样？好吃。看来我还行，这离开东北这么长时间，这饺子还是原来的味儿吧？还是原来味儿，比小时候的味儿更好。哎，你小时候啊，那可赖不着我，那东北的原材料都买不着。对嘛，现在物流那么发达，我们又是在包邮区，想要天南地北任何东西，那快递嗖的一下就到我们家门口了。所以说，
住在哪个城市根本没有区别，有人的地方才有家，对不对？对呀。而且叔叔，您要是想吃东北菜，新州也有啊，而且还好吃。不会不习惯的，对不对？吃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主要是因为房间里没有暖气，这冬天太冷了。我们现在有空调啊，还可以装地暖，舒服着呢。对了，夏言，你来这儿多久了？到今年9月份就10年了吧？10年了，都快赶上你1/3的人生了，那么久啊！时间过得真快呀！谢谢阿姨。爸，这是为了庆祝您康复出院送给您的礼物。乱买东西，我住院这几天没少花钱吧？不用，那钱许成义出的。许成义，什么意思啊？他送您到医院的时候就把医药费给垫付了，不过您放心，我都还给他了。别欠人钱啊，一定要还的。核桃。哎，你给捡回来了？你给我扔了吧？对。你妈报复我。谁给捡回来的？我看您这核桃拿了那么多年了，丢了怪可惜的。你看我闺女真理解我，失而复得，真值得庆幸。当时我看阿姨扔的可远了，我心想着，那完了呀，那肯定找不回来了。夏言找了好久才找到的。哪儿啊？是找了很久都找不着，差不点被那个小区的熊孩子砸了吃核桃仁儿。哇！当时夏言是且慢，横刀立马，眼疾手快，从那石头底下抢救出来这小宝贝了。你也太夸张了吧？不夸张，你不知道，你当时嗖的一下就冲出去了，我们都还没弄明白呢，你就把小核桃给拿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看，大表姐作证，我从来不撒谎的。不撒谎。你们都参与一块儿找了吧？是啊，叔叔，我们可是找了通宵呢，夏言都去翻垃圾桶了。对呀，夏言都快练出火眼金睛了，隔得那么老远都能找到这2个小球。其实我也没太看清，我就是看他们好像要砸什么东西，就赶紧跑过去了。总之，夏言啊，你对夏叔叔的爱，我们可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！我有个好闺女，我的好闺女呢有一群好朋友啊。好，为了庆祝大家找回这宝贝核桃，我们干一杯好吧？庆祝一下，谢谢啊，真是谢谢你们了啊！为难人孩子。哎呀，快给我换饮料，太渴了。哎，你们拿个吃饺子，吃饺子，吃饺子。哎，那个姑娘，你光说了，你快吃饺子，吃饺子，别喝了，让她少喝点呀。喂，你在楼下？哦，好。怎么了？你还的钱，我退给你了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别误会，我没有大方到说让你不还钱的意思。我是觉得，你不用急于一时，你可以慢慢还。你的离职手续现在还没有办下来。如果你回来的话，我可以每个月从你的工资里面扣1/4，在接下来的项目里，如果能拿到奖金的话，应该很快就可以还完这笔钱。不用那么麻烦了，反正我也要离开新州了。
我觉得你不应该被自己的父母左右思想，毕竟他们还没有到你要照顾的年纪。也许10年，也许20年，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光，应该由你自己来做决定。否则，做任何事情，应该都会后悔吧。你是怕留在这儿会让你想起林浩？你们怎么都这么说？也许这是最明显的理由吧。是为了我爸妈，我不想让他们再操心了。不是最好。为了自己一段失败的恋情，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，确实不值得。这个钱你还是拿着吧，我现在也不着急用。如果你真的回老家，恐怕一时半会儿你也找不到工作。我的意思是，一时半会儿你也找不着合适自己的工作。我还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来 SG 的时候，你希望运营部的每一块你都有所接触。我想你老家应该没有能让你尽情施展的平台吧？父母想要你回老家，其实是想让自己的女儿得到一个幸福的生活。那怎么样才能幸福？只有你自己最清楚。回来了。爸妈，你们怎么又起来了？哦，我跟你爸想跟你说点事儿。哎，你说还是我说？来，过来过来。今天吃饭的时候，韩爽说的那些话，我跟你爸都听明白了。你们别在意，他说话也不过脑子。别管他怎么说，问题是你怎么想。我这样，想让你回去，是我和你妈的想法。你自己什么想法？说呀，说。爸妈，我想留在新州。啊，说说理由。你们还记得20多年前吗？那个时候电脑还没有普及呢，更别提什么智能手机还有 APP 了。那时候生活多不方便啊！我还记得，我小时候有一年春节，妈想来新州探亲。爸，你为了买火车票，前一天晚上就到火车站排队了，一直要守到第2天早上售票口开。这中间连厕所都不敢去一趟，生怕回来了又要重新排队。那可是大东北的冬天，多冷啊！当时我就在想，要是在家里也能买票，那该有多好啊！但是你们看现在，天翻地覆，日新月异的。现在打开手机 APP， 想要什么点什么，互联网方便了多少人的生活呀！所以，我想在我的这个行业里，有自己的作为。爸，你之前跟我说，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能做互联网，但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圈子发展的太快了，只要稍微一脱离，就会被甩掉很远。只有在大城市里，才能得到需要的资源，还有发展的空间。这些事情在我们老家是做不到的，所以，我想留在新州。爸，你之前跟我说，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能做互联网，但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圈子发展的太快了，只要稍微一脱离，就会被甩掉很远。只有在大城市里，才能得到需要的资源，还有发展的空间。这些事情在我们老家是做不到的，所以，我想留在新州。行了，闺女，我跟你爸刚才已经商量好了，只要你喜欢，你就留下来。真的啊？太好了！可是，你们怎么办啊？
别管我们了。我们还没有老到让你照顾的时候。我们想让你回去，主要是怕你在这受欺负。林浩那小子干的事儿，我想起来，我心里就翻篇了，没有提了。爸，事情都过去了，你也别再往心里去了。好啊，妍妍啊，你身边的这些朋友啊，向南啊、小雷啊，他们都很不错。孩子们到医院去看我，你妈把我的宝贝核桃扔了，人家还帮一块找回来啊，还挺好。哎，有这帮朋友在身边，我和你妈也就放心了。留下吧。哎呦，爸妈，我都想好了，等我再努力奋斗个3、4年，我就把你们都接过来。哎呦，嘿，我没让你安排啊，我和你妈我们另有安排。对呀，我们要去祖国的大好河山，我们想去走一圈儿。我们也有远景规划。这几天真是兵荒马乱、人仰马翻的。好在我们渡劫成功，顺利送走二老。今天必须买！好，今天就陪着你们好好出出血。这哪是出血啊？买东西对我来说就回血。夏言，你这段时间又忙又乱的，好不容易叔叔阿姨回老家了，你也可以好好放松一下。我们可商量好了，今天你要选什么东西，我们买单。别，你这么一说，我都不敢买了。我怎么给说漏了？你看看，不诚心吧？是不是？大表姐，你怎么也挤兑我啊？那这样，夏言，你今天不用挑了，我买什么全部给你来一套。我可不要，你也悠着点啊！我听说你上个月又把卡刷爆了。刷爆卡不是很正常吗？再说这又不怪我，我妈突然给我限额了，我去跟她吵架，她还要把我所有卡都停了。什么？你妈妈不给你钱用啊？那你怎么撑得住啊？算了，我还是不买了。哎，怕什么呀？我有直播呢，还有家居店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没有它我还不能活了。你不是最近……哎，你们先挑着，我再去逛逛。本小姐买单。他今天怎么这么亢奋啊？他说的是真的假的呀？能是真的吗？白色的更适合你。我也觉得，不过我男朋友更喜欢看我穿红色。直男审美，人又不在，当然要买自己喜欢的呀。男人就是这样，陪女朋友逛街就像上刑场，不过不出现就没有发言权啊。我男朋友也喜欢陪我的，他一会儿就来。男人啊，说变就变，刚开始表现的对你一切都感兴趣，到手之后就开始慢慢敷衍。我闺蜜的男朋友就是，追她的时候兴趣爱好简直一模一样，就像天造地设的一对。结果怎么样？还不如出轨了。听说还出轨一个又老又丑的女上司，就想吃软饭呢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闺蜜有更好的追求者，不仅更帅、更有钱，还更浪漫。学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凌浩，你来了，我在这儿呢。你就是那狐狸精，果然是又老又丑啊！你看我不爽。韩爽，你说话不要那么难听。再难听也好过你干那些恶心事儿。韩爽，算了，我们走。凭什么走啊？算了。什么算了？你能不能别在这装好人？我装好人？不是吗？一副委屈样子指控我，可你又好到哪里去？你跟那个许晨毅早就搞得不清不楚了，对不对？我跟他只是上司还有下属的关系，清清白白。清清白白？
那他怎么会为你？闭嘴！你要敢说出什么侮辱夏言的话，我弄死你！之前我实在是蠢，还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。现在我全明白了。你不是跟你爸承认你早就爱上许成义了吗？和我分手你求之不得吧？你根本看不上我这个穷小子，要去攀高枝了。夏言，你等着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刮目相看的。刚刚差点打起来，我这心啊扑通扑通的，都快吓死了。有什么好吓死的？打就打呗。为了他不值得。什么叫不值得呀？他都骗了你那么久了，打他一巴掌算轻的了。再说了，我们有大表姐呢，我们又不吃亏。也说不上是骗吧，我们异地了那么多年，或许感情早就出问题了吧。只是我没有发现而已。这就是现实，毕业不分手，异地绿成狗，这些臭男人们都不可信。可是，刚才跟他提起夏言和许成义的事儿，那气成那样，好像什么？明明是他出轨在先，却要找对方的毛病，典型的利己主义。对啊，这样更恶心。万一有什么误会呢？人都出双入对了，才过了多久啊？真不要脸。林浩的事业心重，或许郝杰在哪一方面可以帮助他吧。真的没想到，林浩这么在意自己形象的人会做出这种事儿。这样，即便他将来事业有成，别人也会看不起他。他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，才会变得越来越虚荣。我们就走着瞧吧，看他最后能获得什么样的好处。不管他以后怎么样，跟我都没关系了。说得对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没有任何计较的必要。来吧，让我们为未来干杯！干杯！来，干杯！我以前觉得呀，我是个挺坚强的人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睡个饱觉就好了。可是那天在餐厅，我爸妈看见了他们，我那时候啊，只想赶紧逃离那个尴尬的场合。我都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，直到今天，我看见他跟那个女人从我面前离开，我才发现。我的内心好像没有一点波动了，我好像放下他了。逃避是没有用的。当你正视他、面对他，就会发现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夏小妍最棒了。闺蜜有更好的追求者，不仅更帅、更有钱，还更浪漫。你们在一块7年了，你为什么不结婚呢？啊！你现在还脚踩2只船，你一定要给我回答清楚！你先别转人。爸，是我不喜欢他了。衣服要不要试一下？不是。要不要吃点水果？不吃。今天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？我还有合同要看。今天就别工作了，我们一起看个电影嘛。
明天就要谈判了，今天必须做好准备。你3个月谈下来的项目3天就搞定了，你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呢？我不能一辈子都靠你啊，我总得自己学着干。可是过去工作再忙，你也有时间陪我啊。过去我就是个打工的，只要老板满意就行，工作当然可以往后放。但现在这生意是我自己的。你说过去你陪我，只是为了让老板满意。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。看电影是吧？坐着吧。我们需要谈谈。谈什么呀？今天下午，你说你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，你是后悔了吗？当然没有，那就是气话。气话。听到夏言和许晨一的事，你那么生气，你还喜欢他？那就是一种习惯，我跟他早就已经分手了呀。那你告诉我，你跟他分手到底是因为我，还是因为许成一？当然是因为你啊！你连这个都要怀疑吗？我爱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所以和他分手了。我跟他之间早就只剩亲情了。可是如果我没来，你们已经结婚了。那都是父母逼的，我的父母、他的父母都希望我们早点结婚。你爸妈对他很满意吧？哪呀？我妈一点都不喜欢他。我妈说女人比男人老得快，她跟我同龄，再过几年就……怪不得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妈是这个意思。我妈是我妈，我是我，我不会被他们影响的。那你告诉他们我们在一起的事儿了吗？还没有，这不和夏言刚分手吗？太快了，等一段时间啊。再等下去，我也不会变得比你年轻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找机会尽快告诉他们，而且我要跟他们见面。今年秋天我们就要结婚了，怎么也得提前熟悉一下吧。秋天？对呀。昨天我去订了一个婚礼的场地，是很精致的日式庭院，里面种了很多气树，秋天会非常的漂亮。当然，春天樱花开的时候也很美，但是樱花落得太快了，总觉得有点不吉利。而且你也喜欢红色，那就秋天吧。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也不和我商量一下呢？我开这家公司的时候也没跟你商量，你不是也挺开心的吗？那不一样嘛，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在一起嘛。你是不是不想跟我结婚？我当然想啊。哎呀，就是太快了。我和夏言都谈了7年的恋爱，我们才打算结婚的。那你希望我们也像你和他一样？我当然希望我们能白头到老。可是。这公司刚成立嘛，还有很多事要忙。好，那我们先不考虑结婚，但是你要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你父母，省得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。好，听你的。你看电影吧，想看什么片儿？找郭家宝的片子吧。又看这么老的电影啊？当初你不是说最喜欢老电影吗？好，就看家宝的片，我去找。哎呀，家宝的片子。我就知道你会回来，恭喜你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这是我的条件。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谈条件 ，SG 随时都可以找到不逊于我的人才，但这是我留下来的前提。不谈与工作无关的事，不得语气调戏、动作暧昧，更不准有肢体接触。
欠债还钱，不许不收。这权利和义务划分的这么清楚，你这是约法三章？虽然内容有些滑稽，但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的。君子协定，一式两份，白纸黑字。希望你可以好好遵守约定，我们两个和平相处。你有这个精力啊，可以好好出份伺候案了。你也留一份。欢迎回来。差点忘了，说是不能有肢体接触是吧？行，那你好好准备你的方案吧。加油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夏言，哎，夏言，这么长时间没见，你也不联系我们一下，你去哪儿了？家里出了点事。对呀，我听艾米说你爸爸生病了，现在怎么样？没事了吧？做了个小手术，现在已经出院回老家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夏言回来就好啦。对呀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头脑风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，觉得只有风暴，没了头脑。太夸张了吧你？真的，我们都可盼着你回来啦。行，那我先去工作，回头我请大家吃饭。拜拜，拜拜。我回来了。你可回来了，我都要睡着了。我回来了。你还在看这个呀？你都看了多少遍了？能不能换一个呀？哎呀！我也想早回来啊，可是那个方总太难缠了。早就跟你说，老方特别喜欢给人灌酒，让你别去你不听。不过你喝多了还是这么好的。今天有好好吃饭吗？我吃过了，以后不要扔下我一个人去应酬了。方总在业内那么有名，总要跟他打交道的嘛。我希望陪我一起去。我不去他的酒局。逢酒必喝，逢喝必夺，喝多了还要动手动脚。可他手头上那个项目是真的不错，抢着巴结他的人数都数不清。你跟他合作过，如果是你去跟他谈，说不定就……我不跟他谈。之前在北京，只要生意谈成了，我躲他还来不及，何况现在在新州，跟他谈生意，岂不是等于自己去挑酒缸吗？
好，好，好，你不去我去，谈生意嘛，喝点酒算什么呀？这可不是一点，以后生意谈成了，他会天天叫你陪他喝的。这种伤身体的钱还是别赚了，我们又不缺钱花。是你不缺钱，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？我知道你上进，可是我们都在一起了，你真的没有必要这么拼命啊！不拼命能行吗？公司到现在只接了些零零碎碎的活，一笔正经的生意都没谈下来。这不刚起步吗？你别急，要么这样，我去找老李谈，他这儿我可以轻松搞定。那个李总那么抠门，本来项目就不大，还把价格压那么低，就算接下来也没多少利润。利润无所谓啊，项目谈下来那就是你的成绩啊，别人又不知道我们赚了多少钱啊。老方这个单子太大了，就算谈下来，我们也要忙1年，我们就又没有时间好好在一起了。以后在一起的时间多的是，我是男人嘛，总得去赚钱，去拼事业嘛。如果我需要一个会挣钱的老公，我就不会离婚了。我也想天天只跟你在一起啊！刚才跟他们喝酒的时候，我心里就一直在想，只要我能回到家，能这样的躺在你怀里，这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了。你说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只想跟我在一起？嗯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我去把老李的合同搞定，他这个项目呢比较简单，具体执行交给下面的人负责就行。然后我们就去欧洲玩了3个月，回来的时候正好是秋天，我们就办一个浪漫的婚礼。婚礼呢，我也会专门找人负责，你也不用操心。对了，去之前我要去见一下你爸妈，你把我们的事儿给他们说了吧？我爸妈那边先缓缓吧，太快了。快什么快啊！我们都认识3年了，我们这3年相处的时间比你跟夏言7年相处的时间还要多，还有欧洲3个月呢，那也算试婚啊。如果到时候你对我不满意，大可取消婚礼。哎呀，我不是说这个，毕竟我跟香言刚分手嘛，马上就把你领回去，我怕我爸妈对你会有不好的印象。我是为了你，也为了我们着想，你怎么就不懂呢？他们怎么想我不在乎，反正我年龄比你大，他们也不会喜欢我。既然你这么不在乎，又何必去见他们呢？就是为了向所有人宣示你的主权吗？我不在乎他们，可是我在乎你的态度，在乎你是否愿意承认我们的关系。我还不算承认吗？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关系了，就我爸妈不知道而已。可他们才是你最重要的人，不是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律师刚发给我的，还有很多细节要改，改好了我再拿给你看吧。改好了再给我看。既然叫婚前协议，不是应该由我们2个一起商量条款吗？我当然会跟你商量啊，不过我说的一切你都会同意，不是吗？你不希望我去拼事业，也不会让我分财产。如果我不想当穷光蛋，就得一直哄你开心。难道你不想让我开心吗？我回来了，又在看这电影了。
哎呀，经典中的经典，百看不厌。我们第一站也去意大利，好不好？我们也去骑这个自行车。好啊，你说去哪就去哪。那好，那你准备一下，后天出发。后天？我刚打电话问了，你的签证已经下来了，我们随时可以动身。那可不行，方总那边刚刚有点眉目。我说让你跟他不要谈生意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有好的项目为什么不谈呢？你都连着跟他喝了1个星期的酒了，你还没看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吗？我当然清楚了，谁能喝得过他，谁就可以拿下单子。如果他真的这么草率，你觉得他可能会到今天这个位置吗？想接他的单子，光靠喝酒是不行的。他这个单子这么多人都盯着，个个都是人精，而且在场面上混了那么多年，你怎么可能争得过他们？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想着一口吃一个胖子啊？要一点一点来，先去接一些小的单子，多给自己积累点经验。否则，就算你很幸运拿下这个单子，那也不是什么好事儿，因为你毫无信服力可言，你连你下面的人都管不好，你怎么可能让他们替你卖力干活？你想什么呢？大家只会看你笑话，你明白吗？想要有发展，必须稳扎稳打，从小事做起，不要好高骛远。你是一直觉得我根本没有能力是吧？你不是没有能力，你是还年轻。那许成义那么年轻就当上 S 级的 CTO， 我为什么不行？你这么拼命，到底是为了我们的公司，还是为了做给夏言看啊？你还在怀疑吗？我也不想怀疑你，可是你变了。自从我们在一起，不对，自从我给了你公司的股份，让你成了公司的法人之后，你就变了。你没有时间陪我逛街，没有时间陪我看电影，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回家，甚至连多看我一点心情都没有。我这不是为了我们的公司吗？我们的公司，我们的公司。这句话我前夫也对我说过，说是为了公司，还不是整天都泡到酒缸里，泡到女人堆里吗？我可没碰过其他女人。照你这样下去，那也是迟早的事儿了。我现在必须要把你从这个酒缸带走。后天就走。后天？如果你不走，我就一个人去。干嘛你凡事都要这么快呢？我不喜欢拖拉。10年的婚姻，我说结束也就结束了，更何况这点小事。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，你根本不需要男朋友，也不需要老公，你只需要条哈巴狗。你就这么看待你自己吗？我还能怎么看？啊？说什么让我去欧洲试婚？是我是你还是你是我？如果我合你的心意，听话，我们就结婚；不行你就把我甩了，再找新的，对吧？就算结婚，也必须签婚前协议。我的人是你的，而你的钱还是你自己的，对吧？为什么着急结婚？因为你的前夫找了一个年轻又漂亮的小明星，他们已经结婚了。所以你着急了，对吧？我问你，当初你们2人离婚，到底是谁想离？说什么你是为了我而离婚，说什么爱情至上，其实你就是一个被人甩来的老女人。要我为你分手，要我别去谈生意，要我整天陪着你，要控制我，让我离了你就一无所有。我只想问你一件事儿：你爸妈知道我这个人的存在吗？
知道。我怎么跟他们说？说他们的宝贝儿子，等着回去光宗耀祖的儿子，为了钱找了一个老女人吗？所以跟我在一起，就只是为了钱？不是，但他们会这么想，所有人都会这么想，所以我必须做出点成绩来，让他们看看我林浩不是一个吃晚饭的人。如果我们都是穷光蛋，我们还会在一起吗？不会，我不会变成穷光蛋的。我会把我的公司经营好，我会成为一个有钱的人，一个比你还有钱的人。到时候就是我跟你签婚前协议。钱对于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？对你来说不重要吗？那好，我一个人去欧洲，你留下来经营公司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不管我去多久，想去多久就去多久。公司股份都给你，车你留着开，上飞机前我会再转你30万。我们两清了，不要再联系我。小磊，吃点吧。我吃不下。
夏言，他最近还好吗？夏叔叔病了一场，夏言劳心劳力的，没睡过几个整觉。你也了解他，他有什么负能量都会自己去消化，不会轻易让别人看到。回到 SG 之后，他比往常更加努力的工作，整个人都瘦了好多。他又回 SG 了？是啊，他只是回去工作而已。其实他和那个徐总那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只是个误会。是个误会？学长，我没有想到，你真的做了伤害他的事。小磊，这事儿真的不能怪我，是那个郝杰太无耻了。我在北京就已经和他说清楚了。我本来想着回到新州找好工作，明年就向夏言求婚的。是许晨怡，他一直在我和夏言之间挑唆，让我误会，再加上郝杰不停的纠缠，我才想故意气夏言的。但我发现我做不到。我已经彻底和郝杰断了，我现在只希望夏言他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学长，你知道夏言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们亲眼看到他有多伤心。小雷，帮帮我。好吗？如果你是想让我帮你劝劝夏言的话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帮你。夏言，夏言，你想说什么就赶紧说吧，我还要回去上班呢。你瘦了。既然你不说的话，我来说。我知道郝杰出国了，我猜你们已经分手了，所以你过来找我，是想看看有没有复合的机会，对吗？那天晚上之后，发生这么多事，我们还没有好好彼此面对面把事情说清楚。是啊，我找了你很久，我想把那件事情解释清楚，可是你一句话都没有就人间蒸发了。对不起。那几天我到处找你，我生怕你出事儿。我不停地在问自己，我到底是做了什么？我每天那么努力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还是把你给弄丢了？夏言，对不起。我一直在等你的出现，可我最后等到的是你搂着另一个女人的照片，等到的是你一句轻飘飘的分手。真的对不起。
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，永远不会对我说出对不起3个字，因为那是你做错了让我难过，才会跟我道歉。可你永远不会让我难过。可是就在刚才，你连着说了3个对不起。这次真的是我错了。我当时听到你和那个许晨毅，我的心也是像刀扎一样。我不敢面对你，是不敢面对我的心疼，只能逃避。我知道那件事是我误会你了，我也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可不可以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原谅我？我今天之所以跟你站在这里，就是想把过去干干净净做个了断。夏野，别这样，分手之后我哭了很久。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我曾经以为我们是最般配的。当然，我们是公认的最佳情侣，不是吗？可我发现我错了。我看到你跟郝杰站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发现你们也很般配。我才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哪2个人是必须要在一起的。一切只是看你愿意相信什么。你当初愿意相信我跟许成义不清不楚，是因为那样会让你的选择更容易。你现在又愿意相信那是个误会，是因为郝杰已经走了。不是的，夏野，我是真的还爱你。你愿意相信你还爱我，是因为你暂时没有更好的选择。你怎么要这么说呢？不管你怎么想，在我的心里，你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。不管你以后跟谁在一起，我都祝福你。但是请你不要来找我了。你真的要那么狠心吗？干脆一点，就像你当初离开我那样。我祝你前程似锦。